こんな近くにいたのにどうして気づかなかったの今まで私ないものねだりの恋人探しはこれでおしまいねあなたがいるから昨日とまるで違う二人に女神さえ苦笑いしてる目と目があったら開く運命の不思議な兆しこうしてたどり着いたのは奇跡赤い糸で結ばれてたのHello， 这里是少林寺有曾老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的大纲。那直播的话，主要是分这5个部分。那这5个部分的本质上也就是一个项目的流程一样的来安排。像第一就是构思啊，第二就是这个寻找参考，第三是一个资产的准备，第四就是我们 CD 制作来渲染啦、动画呀什么的，第5就是最后的一个总结吧。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构思和这个制作的初衷。那么这个构思初衷还蛮简单的，大概是在1年前吧，就一边做项目，然后呢一边就随便听音乐，有时候就喜欢开了一个网页，它的音乐就比如说我选了某种风格，他就把这个风格音乐全部都给推荐给我，然后他又推荐了一首叫 Me 和 Love， 开始的时候放的是这个版本，就类似这种电子音的，当时我从来没听过类似这种风格的，然后我听的它旋律非常的朗上口，有点像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的感觉，像动画片的这种主题曲，有点像这种美少女战士那种主题曲的感觉，就是有种这种有种回忆啊，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好，那么这个曲子就一直放到我这个网易云音乐里面，然后就没事就听，然后就循环，特别洗脑。原来它是一个1991年的一个曲子，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别人改编了，把它改编成比较现代、比较电子乐。以前的是就是我片子这个原曲啊，它是1991年写的，它属于 City Pop 这个风格。当时就预计只做个图就行了，就做套风格图，不做动画了。因为我开始做第一章的时候，发现太复杂了因为要去做这种上个世纪的这种城市的风格特别复杂。把这个图每个都渲染出来以后，实在是扛不住了，实在感觉就发出来算了我就图全部做出来。然后发现这个图做这么细，你不做动画，这个也太浪费了。然后就咬着牙还是把这个动画做出来了，因为这个片子本身是想做成一个动画，没想去做图，只是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图做这么复杂太难做成动画了。但是呢还是坚持的搞完了，一搞就搞了4个月，就没办法和学生就一起教了。也是我做的最大的一个个人项目，最费劲的，真是搞得要死。我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像 Behance 这些项目网站看这个项目的大图因为我开始初衷是每一张图和每一个镜头就是做的像摄影一样的，里面的细节特别多，充分还原现实这种东西。我觉得做现实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现实的这个信息是无穷大的，你可以无穷性质的把现实的东西的信息提取出来，只要你有点做的假了，人眼一下就能识别到，因为人眼天天看这些现实的东西他对这些视觉有很强的识别性，所以我觉得你越做写实的东西就越难。而且我这个还要做成风格化的，所以把2个东西要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难搞。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看大图，我每个图渲染的都是
2560乘以1920，就是它分辨率特别高，接近一个3K 的这个分辨率吧。每个地方都做了特别多细节，反倒是晚上的细节没那么多，因为晚上有些地方黑的你看不见了，所以白天的细节是比较难搞像这个水渍的这车，觉得细节上特别卡，而且做的是在 CD 里面，真是有点自虐了。特别是这个灯，这个灯里面有细节，外面还包着一层这个玻璃的细节。特别多，还有这个水往下滴，不知道大家动画的时候看见了没？所以我在细节上研究了特别多的东西，还有这个地铁细节特别多，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去看大图会比较好。本来动画也想做这种分辨率的，但是哇，电脑实在炫不动了，我整个项目用渲染农场都花了4-5千块，我还是有一半的部分是在自己电脑里渲的，有半部分是用渲染农场渲的。像这张。这样其实根本就渲染不出来，在我电脑里面，我是截屏截出来的，后来在渲染农场里面暴力渲染才把这个动画渲染出来，因为在渲染农场里面有几率能渲染出来，有几率渲染不出来。一开始有一半真渲染不出来，然后我就疯狂的从事，直到所有渲染出来为止。那么参考和一些内容方面的准备了特别长的时间，因为当时呢我还没开始找参考，因为我当时要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在想，那要得把它做成一个 MV 对吧？因为是以这个歌来做片子，然后这个歌呢，那肯定得有一个角色去唱它那我就想，那我得去先研究角色当时就花了1个月去研究怎么去把角色做得很真就想到用 DAZ 什么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挪动到基础点的地方再讲，我们还是先从参考的部分开始讲起，这样的话是顺着一个项目流程过来的。好，那么在找参考的时候，因为这个歌是1991年，然后是是一首日文歌，那这样的话，那它所阐述的时代背景是属于一种上个世纪的日本的风格。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找类似这样的风格参考。然后我在 Pinterest 上，凡是跟这个我想到的有可能性的全部都放进来了一开始是找角色，找了很多女性角色的这个样子，可能是作为这个歌手。然后呢，开始找这个色调，可能是用粉红色的什么的，比较像糖果一样的感觉是吧？像这种像动画的这种质感呀、颜色呀，特别这种粉红色的天呢，是吧？找特别多参考。后面呢，又专门找一些海报的参考，可能先做些海报人物海报来做一些这种感觉上的东西特别多参考。像这种天，然后呢，也找了一些夜晚的霓虹灯的参考，因为上个世纪的它的霓虹灯大部分的霓虹灯的动态是由很多图形来驱动的，就像你做 CD， 把 CD 的这个动态图形的部分做到霓虹灯上一样的，所以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特别有意思。所以我找了不仅是90年代的，还找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全都找了特别有意思的这些霓虹灯，我全都是放到这个里面来了因为我在4年前、5年前就已经做过像国内香港这边那个赛博朋克的风格所以我这次呢，如果要做城市的话，就一定要区别于赛博朋克这种风格，对吧？不然的话，做2次重复的，然后还没把这个音乐的风格体现出来，那就得不偿失。参考特别多，像 Pinterest 这个部分呢，就大概有400张400个图拼在这里。我不仅找了图的参考，任何上个世纪的参考我都看了，找了一些视频，像这里找了一些像上个世纪这种霓虹灯的这些视频，给大家看一下，特别有意思。看到这霓虹灯，有点特别动画的感觉是吧？但是这个是1960几年的，好像是。它像它这种霓虹灯，很多都是由图形组成的，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液晶显示屏，所以它显示的不会是像我们电脑的这种图像，而都是用这种 LED 灯组合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就特别有动态图形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还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应该是80年代的看到这字都往上走，很多这种感觉，像个字。特别有意思，找了特别多参考。
所以大家找参考就如果你要做一个定风格的这种项目的话，就千万不要只在 Pinterest 上，或者是特别是不要找其他相关的作品，你就从原始的这些参考去找这样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比较原创的当然，因为找这个参考的能力或者它是随着经验越来越好的，你开始学习的话就不需要去找这么深的参考，你可以就直接去参考其他人的作品就好了，这样的话会简单一点。所以找参考的这个能力和要求是根据大家的能力而定的，不是大家一开始就要去挖掘什么历史遗迹把它搞得特别的深度，是不太需要还找了一些像当时的这种一些这种摄影拍摄的东西，看看什么样子。当时这个就是日本繁华时期的样子找这些参考，也就是从根源上去看它，然后再进行思考。那么这个连带感的参考定性以后呢，然后我还得去找这个角色的参考，对吧？我开始初衷是这个片子得有角色，然后因为我对这个唱歌什么的我完全不了解，我就随便搜，然后搜到一个港星叫周慧敏，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发型和他的这个样式挺有那个跟爱情相关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本身这个曲子也是 Miracle Love， 也是跟爱情相关，所以就干脆这个角色的造型就以周慧敏的这个形象为这个基调然后我就后面就在袋子里捏人，就朝着他这个脸型和他这个发型上去捏，但是人物然后因为我不可能跟捏一模一样，所以就捏成了最终那样子了，很难捏，因为我不会 ZBrush， 就只能用袋子那些操控来去捏那么这是个角色的参考，角色我没有找特别多的参考，就看到他觉得是比较对的，然后就以他做主参考了，就没有管其他的了这些参考找完以后呢，还找了一些摄影的参考，因为我做画面想要体现画面很美，想要体现画面这种像电影摄影感，那我肯定去找一些摄影参考，因为我本质上我没有任何摄影的经验，但是我需要去做出摄影的质感，那我就去学别人怎么摄影怎么拍的，所以也找了很多这种像摄影的这种片子，就是有很多人在其他地方旅游，然后旅游以后呢，然后他就去把自己旅游拍的这些视频，然后剪辑成一个片子，我下了很多这样的看到这些摄影的角度什么样的光影比较好看，怎么样剪辑的，然后是吧，下了特别多这些，就是参考的种类特别多还找了一些动画的，还找了一些就是就是在街上随便拍的，像这个地铁里随便拍的一些参考去看它这些物件都长什么样，还有这些像夜间的参考特别多因为我如果按照高级影像课程来说的话，本身现在阶段是要做一个思维导图，就是我们片子里可能会出现什么内容，做个思维导图，但是我没有做，因为我自己个人而言，我的习惯是先让脑子里想出来主要几个点，然后再去找参考，最后再慢慢的去延展这样的话找的会快一点。就是如果我开始先全部想好了，再一个的找，有时候就是这个效率上跟不上。所以我开始想呢，有这种城市街道，还有车，有人物角色，我就开始一个的找这样的话顺着来快一点。还找了精敏的一些动画，可能大家看到有点精敏的感觉，是吧？找了一些精敏的动画的这些主人公他的发型其实也是类似这种短发，也是这种感觉。找了一些精敏的这种城市的这种感觉这里也找了，像这个地铁里是吧？基本上我能想到的相关的我都找了还找了一些 MV 看了一下。那么这个是参考的部分，可以看到找的参考的这个广度是非常广的，只要是跟这个相关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就全部找起来了。所以第一步呢，先泛的找些参考，还没有把它拼起来就简单的拼出来放一点文件夹里放一点就这样后续呢，然后我就把这个音乐放到
那个 PR 里面去剪辑，去剪一个 mood edit， 就是把这个片子的大致样子先把它剪出来啊，后面就照这个样子去做这个片子。那么呢，我也花了大概也是花了一定时间去剪一个 mood edit， 给大家先看一下。当时呢就剪了这么碎，然后剪了特别多的东西剪在里面，感觉就把这些东西拼起来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个 MV 了，有角色，还有一个小故事什么的，还有表演。但是呢，我剪了这么多，剪到里面发现，哇，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做不出来啊！我先不找其他人帮忙，想办法自己先全都学。发现呢，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 mood edit。こんな近くにいたのにどうして気づかなかったの今まで私ないものねだりの恋人探しはこれでおしまいねあなたがいるから昨日とまるで違う二人に女神さえ苦笑いしてる目と目があったらにらく運命の不思議な兆しこうしてたどり着いたのは奇跡赤い糸で結ばれてたの看着剪得特别碎，镜头特别多，我这加起来估计也有个50-60个镜头，我感觉。然后发现根本就一个人做不出来。但是呢，这个 mood editor 虽然我开始觉得做不出来，但是它给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说哪些镜头是主要镜头啊。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全景，是吧？我知道一开始什么样的景，然后呢，然后有些霓虹灯，是吧？然后可能有这种服装店，你看我后面都做进去了。所以 mood editor 呢，它给了我一个具象的思维导图哦，有车道啊，还有这个角色坐在车里啊，是吧？不过这部分就没有做了，像人唱歌的部分实在是搞不定，没有做了。像这个还有这个在地铁里面，是吧？还这个在地铁里面，所以他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有哪些场景，我可以做哪些。有这个 mood edit 以后呢，我就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图了，是吧？它虽然比较考验大家的收集资源和剪辑的能力，但是呢，它很好的能让大家知道，哎，我做这种片子可能会长什么样。后续呢就开始细化咱们的这个制作，因为我从 mood editor 知道了，我要去做一个城市的全景还有可能需要做个角色，然后呢我还要去做一些像这个街道啊什么的，那么我就先以最大的开始做起，就是城市的全景，然后我找了特别多的参考，把它拼到了我们的这个 PureRiff 这个软件上。看到我找了特别多的这个城市相关的，所以我就是一般是先以一个大的开始找找了很多这种城市，找这个城市参考的时候，我决定开始做这个时间段属于黄昏的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黄昏它的视觉信息是最多的，而且想给我自己做一个美术上的挑战，来做一个这个信息多的情况下的这个画面。为什么说黄昏信息是最多的呢？第一，在黄昏的情况下，是日光颜色的信息多。为什么呢？可以看到这些是非常彩色这个颜色渐变从这个橙色也有蓝色，然后紫色，然后这个洋红色，还有这个暗蓝色，所以它颜色非常丰富。颜色一丰富，打到城市上这个颜色就变得更多，这个是颜色的这个丰富程度。
第二是因为黄昏它没有完全变成晚上，那么没有完全变成晚上的时候，就有些地方会把霓虹灯给打开。这样的话，你既拥有了晚上霓虹灯招牌的信息，又有了白天城市的这个城市结构的纹理，所以它既结合了晚上的城市，又结合了白天城市，两者在一起。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它云的结构很丰富，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黄昏的时候属于这种有点逆光的感觉，所以它的云产生很多这种结构。总的来说，我觉得黄昏它就是在城市的视觉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这个视觉。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时间段，想把这个非常细腻的视觉呈现出来，给自己做一个视觉和美术上的一个挑战。其实每一个镜头和主要镜头我都找参考，看到这个参考特别多，是吧？像地铁的找特别多，还有这种，那这个镜头没有用到片子里，不过我也找了，像这种洗衣房，售卖机、超市，还有这个红绿灯。还有这个夜晚的这个交通，这个什么服装店，还有这个城市的远景，这个霓虹灯长什么样，每一个部分我全都找参考还有这个人物的服装，这是我做好的第一张图，把每一个人物参考服装放旁边，看哪个服装比较配，我就每次把这个放一下，看哪个颜色比较配一下，我就这么挪，就比 PS 快一点，这样子放一下。然后发现还是白色的比较配，就这种白色的比较配这种感觉像这种白色的，还有这个人物的特别多。也就是说每个部分呢都找了参考，像摄影的也找了所以每个地方都可以放很大，都有参考。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第一个这个城市的。然后如果要做的话，我第一步就说，我看网上有没有这种城市的资源，我就不需要建模了，因为我想马上把画面赶快做出来。如果我出画面出太久，我可能会丧失制作这个项目的信心。怎么速度快，我就怎么来。好，因为这个城市是日本的街道，所以我在想，有没有日本街道这种模型可以直接购买。那么这是我的第一批参考，找了一些上个世纪的日本的摄影实在是特别少，因为上个世纪的这种摄影它不是电子稿的，它都是这种胶片。只有那些把这个胶片扫描到这个电脑上才能看到就找这些。它这个色调还是蛮复古的红色我觉得是一个大色在上面特别多这种很鲜的红色，还找了一些比较现代的摄影，比较喜欢这种像紫色、粉红色这种色调，糖果色的色调。然后我就开始找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我在CG Trader 上就找到了。那么 CG Trader 这个网站有个好处就是说，它其实介于 TurboSquid 和那个ArtStation Market 这两个网站，也是下模型的两个网站的中间的那种质量的模型网站，它不是特别贵，模型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呢，基本上你能找到的都能找到，所以说它比较实惠，然后它可以支持这个支付宝付款所以这个特别好，所以我用的这个 CG Trader 现在用的特别多了。但是我在 CG Trader 上没找到的模型呢，我就会到 TurboSquid 上去找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然后我就这里直接搜这个日本的这个街道，日本 Building Japan， 我直接搜日本的街道的英文，然后就搜出一大堆就其实节约很多的制作时间。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涉谷的模型，就这个$745的然后它包含了整个日本这个最繁华的涉谷街区的，就是中央的地带的模型，它都有特别的大这个模型。不过这个渲染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它贴图质量不好，但是它的模型都是很准确的。我开始觉得这个也太贵了，$745，这个乘一下，这个要5000块钱。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建模型、建那么久，可能建1-2个星期，那我整个项目可能都做不成了。为了把项目做成呢，我咬咬把这个模型给买了。这个模型买了以后呢，就要花很长时间去整理这个模型，因为它的这个模型的材质不太行，对吧？所以而且它模型这么庞大，我丢到 CD 里面肯定就崩溃了那么是这个部分我就买了这个涉谷的这个模型，这是个大头要去处理。那接着我们看看这资产是怎么准备的。第一，怎么合理的去选择和购买这些模型。第二，怎么去整理它。第三，怎么去把它改造成你想要的这个模型状态。这个模型买下来呢，它就是给了一个这样子的图片，告诉你模型有多大
然后它也分这么多个街区，它每个街区的模型数量特别多，材质数量特别多，这材质所有加起来好像有2000个材质啊，就真的特别多。然后就每一个街区的整理啊，比如说它第一个街区、第二个街区、第三个街区，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好吧，打个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第二个街区，我们丢进来看一下。就是这么多个模型，它每一个模型它就是散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真正头大哦，所以得一个的打组整理啊这个材质丢了没关系啊好，不过它特别好一点就是模型面很少，所以它运行起来特别快嘛，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的整理好。那可以看到它一个街区的材质数，有它一个街区就539个。材质，它有个地方不好，就是说它材质它还不是重复的，它不我不知道它怎么弄，它每一个球都是一个材质球，好像，所以就麻烦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给的这个材质，看到它每一个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小材质，特别小啊，好像只有1K 吧，都特别小，它好多这种碎材质特别多，首先我的步骤就是首先得把这些碎材质全部都路径要统一，把它对过来。这个 FBX 有好处就是说它的路径都有虽然它前面是一个错误的路径，我可以把它替换。先把它一个的材质对过来，材质对过来以后，有个问题在于它材质细节不够，都太就是类似低模的感觉材质细节不够，所以我就需要去增强它的材质。那么增强材质就在 Octane 里面用很多东西叠加呀，用 Dirt 呀之类的，把它边缘变得更细我们这个可以看一下我最后整理好的样子。你看到我这里有很多项目的 CD 文件，这个 Shibuya 01是我刚开始整理，然后这个 Shibuya 02、03、04这样的一个的整理，把它每一个街区全部整理，把它放在一起。这里看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吧，比如说 Shibuya 05，看一下这个稍微小一点，这是一个街区的就是每一个这个街区的我都把这个材质用 Octane 全部重新整理一遍，然后用Octane 一些叠加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 Octane 的一些 Dirt 叠加，把它的这细节变多材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不要觉得这个连的特别多头很晕，它的基本逻辑就是用 Dirt 识别边缘，把它的边缘的这些地方做一点点黑色的往下走的这种污渍，然后它的表皮叠了一些，你看这个是 Dirt 做一些你看往下的这种污渍，然后在表皮呢做一些划痕，这种黑色的这种点点这种划痕所以它的细节就会稍微的比原来丰富一点。我还是用了它原来提供的材质的这些法线贴图，它原来的材质它就是这一个这一个是格子，还有一个没了，好像就一个这格子，然后我就叠了很多其他材质，让它原本的材质变得更加的细。每一个材质都是这样的不过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这一个墙面材质其实贴了好几个地方所以能大大节约我贴其他的材质的时间。而且你这个材质结构上好以后呀，其实这个你只要替换这一张图就可以了，因为你其他地方的材质结构跟这个也是差不多的，也是需要边缘有污渍然后还是里面也有划痕一模一样所以你只要需要替换这一个，所以说我做好了一个结构，就把它所有的其他材质全部复用这个结构就好了。怎么复用的呢？也很简单，就把它这个复制出来一份，然后把里面材质替换一下，也就这样手动很笨的一个的替换。这只是其中一个街区，它有好像8个街区吧，8个街区的街道我就这么重复的这样操作，大概搞了一个星期多终于把这个涉谷的所有的模型这样子全部替换完了。基本上用 Octane 渲染这种大场景特别是这个材质球多的，点一下，在100次点击这个渲染的时候，基本有30%的情况下会崩溃。而且我现在用的是2个3090的显卡，我发现它崩溃跟这个显卡显存关系不是特别大，它就是你东西多了，它就自动给你崩溃掉了具体它崩溃的原因不知道什么，因为我这个崩溃还跟其他崩溃不一样，其他崩溃可能弹出个框一个什么错误对吧，我这个直接就闪退了，它任何的错误都不给你提示，所以我觉得它是东西太多了，导致它根本处理不过来。我不清楚是 CD 的问题还是 Octane 的问题，反正它就直接就给你闪退掉了。Octane 它也不会记录哪里错了我感觉可能也是到这个软件的一个限度了吧，它这个材质特别多，这个还算少的。再给大家开一个，给大家开个那个最终组装好的样子。最终组装好的是一个08是组装好了，还没有放车道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0808，你看我这个空物件就是每一个街区，一个空物件就是一个街区的这个街道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有点卡了。这就是整个涉谷的这个街道全部都通过刚才 FBX 一个整理好了啊。每个材质，你看每一个街道我都分了区，材质特别多，所有材质有1160个哦。我这个是优化了一部分了啊，有1160个。后面由于这个材质数量过多啊，点 Octane 根本就渲染不出来，一点就退，一点就退，直接就闪退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整体的材质数量它没有超过显存。我显存是24GB， 它这些数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GB 的显存，因为它的贴图的这个分辨率很小，而且我很多是用程序化的方式生成的这个这一些细节，所以它不是用贴图生成的，所以它不怎么占显存。具体为什么整个闪退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敢点渲染，一点这个直播这个就退了啊，这就看不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组装好大概是一个这样子，我每一个街道的这样的组装啊，然后可能做一些这种简单的摄像机的一些摆放，我还渲染了一些非常初期的一些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到我从第一版这个 Shibuya 01做了一些测试，给大家看一下。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直接用了它的这些材质，然后呢把它的材质用 Octane 稍微的细化一下，看到这些细化的一些这样子的污渍啊什么的。虽然这看上去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我把这材质全部细化，然后这是最开始第一版这个是直接上它的这个材质，包括这个地面的材质我等会再说一下。地面这个材质也是程序化的，不是用 Megascan 做出来的这里我就直接用它的材质细化然后面就加上车试一下，然后把这个灯光改了一下改了一下灯光什么的慢慢的这样子一步步的细化，然后我把这些材质都细化了，就把这部分材质一开始是这样子的，然后把这些地方材质细化，特别是这些招牌啊，全部都换了。它招牌它就只用 PS 做的，就不好看，然后我就换成了就是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因为我还下载了特别多人的这个摄影，这个摄影就是用钱买的，专门是这种材质素材，给大家看一下，就类似这种摄影，就全部是这个街道，然后花了10多块人民币，就是买的这种，单纯是参考的，可以看到它每一个结构长什么样。它里面有些是霓虹灯招牌，有些什么的，像这里有特别多霓虹灯招牌，你可以只用 PS 把它抠下来是完全免版权可以用。反正我这个也是个人项目，其实也无所谓。不过它这个好处就是说，它能瞬间提供大量的给你这个图片参考，你就不要真的去拍照了这个就比较好。我就替换了一些真实存在的，所以就好多了。你看之前这个红的就字特别的单调，然后加了一些灯然后这里把这个阳光打了一下，补了一下光。其实这个就是最后一版了，可以看到我这个渲染出来还凑合，主要还是在后期把颜色增强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最终后期的样子，就非常强的这个紫色粉色调，然后颜色稍微偏复古一点就比刚才那个直接渲染的就是风格化就好了很多。所以我在渲染方面我要保证比较真实，然后再把它导到 A1 里面进行一个调色，让它比较风格化。本质上就是说跟你直接摄影一样的，把摄影拍出来弄好了，然后再去调色的这种思路。后面呢，我就根据这一个已经做好场景就开始做图，就像摄影师一样的，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里面，然后拿摄像机去拍，然后就尝试很多不同的这个拍摄角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正面正面就是直接对着这个中间拍一张。那么其实这个渲染的方式跟之前那个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换个摄像机调个色，其实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套用之前的那个颜色的调色板。我这里呢谈一谈这个水渍吧。这个水渍的部分呢，就当时我自己自学 UE4，看能否增快这个制作流程，然后发现还是滚回去用 CD 了，因为做新项目的话，如果要学一个新软件再做的话，就会花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还是用原来的老流程可能快一点。不过有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 UE4 的这个材质系统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分了好几个通道特别是 UE4 里面有一个好的功能叫Weight Blend。这功能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UE4 这个功能
然后我这里看了一个随便开了一个 UE4 的教学啊，他用这个weight blending 的功能，看一下，你看它那个效果啊，我这个就直接不演示它这个连接的东西了。就类似这样的效果，就是说，两个材质相互叠加，那么这个叠加的形式上不是单纯的中间是羽化的，而且是跟你的这个贴图啊有这个好像产生这种物理性的这个交错，高的东西就在上面，低的东西就在下面，就产生这种高低差啊，特别的真实自然。它现在是两个贴图，然后它可以形成这种非常自然的这种过渡，是吧？这是这个 weight blend 这个功能特别方便在 UE4 里面，所以你就可以很方便在里面直接画出非常细腻的这个贴图出来，特别是这种双层材质，它们的过渡特别的自然。那我在想，我怎么在这个 Octane 里面我复刻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原理啊？所以我就进行了一个研究，看了一些教学，发现它这个功能啊，主要一个重点在于它的混合方式是用那个 Vertex， 就是那个顶点贴图，对吧？因为大家通过这个画笔可以明白，我画哪个区域，那个第二个贴图它就会出来，这个能理解。但是有个最大问题就在于，我这两个材质之间这个接缝怎么形成这种高低差的接缝这个是关键点。所以这个关键点呢，在于你的这个材质的高度贴图，也就是你的材质的bump贴图上面，你的bump贴图上就有高低信息，对吧？所以我们利用这个bump贴图，这是高低信息，通过材质的这个数学运算来这个做出这种感觉出来。其实这个功能在其他软件里面都可以复刻，在 Blender 里面可以复刻在 3D Max 里面也可以复刻，只是 Octane 里面没人复刻过，所以我试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最终的结果吧。我现在有两个材质，一个是岩石，还有一个草。接下来我在上面画草，大家看一下那么我用它 CD 顶点贴图功能直接画草，我画的草大家注意一下，它不是直接就像羽化的在上面，它是嵌到咱们石的缝隙里去了，看见吗？非常有机的在里面生长就非常自然的在里面生长，就复刻出来 UE4 那个效果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在 Octane 里面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跟 UE4 差不多了，因为就很实时，你直接在那里画呀，它这边左边就直接出来了，跟你在 UE4 那个引擎上画有点类似那个味儿了是吧？但是由于 Octane 当时有个 bug， 就是 Vertex 它不太支持那个置换，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个 bump 上面画。好，我现在换了一个水渍的，那个连接方式还一模一样的，我只把那个两个材质球换了一下，一个是底层的这个路面，还有一个是表面的这个水，就这两个材质球，然后用同样的办法来画。你看到它这个画出来的东西这个过渡特别自然，可以吗？就跟那个 Megascan Mixer 直接混合出来的效果差不多看到这个过渡的非常的自然，比较真实。所以这个功能它用法还是蛮多的特别是需要混合两个材质的时候，它能很有机的把这两个材质混合在一起。好，我们看这个材质的连接方式，好吧？因为有点复杂，我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先说简单的，这就是一个 mix 材质大家能理解。然后呢，有个 A 材质和 B 材质。A 材质你可以认为是底下那个材质 ，B 材质可以是上层那个材质。那么这两个 A、B 两个材质就是一个普通的 PBR 材质，就连 diffuse specular roughness 这些很普通。这个也是的 ，diffuse specular 就是普通 PBR。当然我还混合了一些咱们的这些贴图在里面这个后续再说这个能理解。之后呢，我们主要看这个 amount 怎么混合的我们连过去看一下。看到这里有个相加 add， 那么这一块就是咱们的数学运算了，把我们的 vertex map 就是我们的顶点贴图，就是我们画的区域，或者呢你用分析造波，反正你用一个黑白贴图就行。顶点贴图其实也就黑白贴图，只能绘制而已。所以这一块你先输入一个黑白贴图，我不管你是顶点贴图也好，不管你是造波也好，不管你是外来下载的这些划痕也好，这是黑白贴图。好，把作为一个基底连过来。下面这一块呢，其实就是一个高度贴图，就是咱们的 bump。我只是用 AO， 就是那个环境光遮蔽，把这个 bump 的效果增强了然后咱们用我们的黑白贴图和我们的 bump 进行一个数学计算，大部分这个计算呢用的是相乘。相乘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黑白贴图的边缘加上一些高度贴图这个毛毛糙糙的东西，
这样的话才不会使你的边缘融合在一起，就像羽化一样的效果，而是它正好陷到咱们之前那个材质的这个高度里面去了，这就会有那个非常真实的过渡效果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而这个材质呢，我还连到了咱们的 A、B 两个材质上面的一些通道上面，使我们 A、B 两个材质不仅是颜色上就是单纯两个材质之间有这个效果，而且呢在反射那个 diffuse 上，其他通道上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使你的效果更加真实细腻大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原理因为我这个改进了特别多版，所以具体怎么改进的已经估计已经过了3-4个月了所以我自己也有点忘了思路上是这个思路，就是大家如果想复刻的话，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复刻这个效果，但这个效果本质上来说，你可以用 Quixel 的 Mixer 来制作那个是最快的，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去融合了因为我想做出无缝的感觉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一个程序化的方式，把这个 Mixer 的效果把它复刻到咱们 Octave 里面来了这是咱们这一个连接方式。我们看到它的效果是很真的跟那个Mixer 效果差不太多特别是很方便，因为我懒得用钉贴图的话，分镜噪波就特别快。比如说你不喜欢这种水渍，你直接这样子比如说你移动一下，它就会是另外一种水渍就你看一下就变另外一种水渍了看到非常的写实大概是一个这个这一个材质好，这个程式做完以后，接着我们坐地铁。那么地铁两个大部分就是地铁的等待区的内部，就是这个内部，还有一个是地铁这个车的内部。第一时间我也是去找有没有对应的模型也是有类似的模型，但不是完全是。然后我就找到一个这样的也是在这个 CG Trader 上才$10比较便宜，但是它不像任何地方的地铁，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有结构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个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把这东西全删了，全删了，只留下个地铁的空间，然后一个个重建根据咱们之前找的这些参考找到比如说这样子，根据这样子的结构重新把它做出来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诀窍，就怼着建就行了，就多找一些参考，保证你建出来的东西是准确的而且建模的水平呢也是非常初级的水平，就是用那个 Blur 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模型它本质上没有特别复杂的曲面结构你用 Blur 相加相减，基本上能做个8-9不离10。那么这个地铁的主要技术点是什么呢？主要技术点在于这个材质上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一个，看到它这个地面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或者你不仔细注意的话，觉得这个地面不就是一个板子吗？没什么特别。但是呢，这个地面有凹凸，看见吗？有这个凹凸反射，这个还太明显了。看这个，有一点凹凸反射，就是它地面它不是一个完全平的东西，它是上面有一点点高低起伏。这个高低起伏呢，你可能用手去摸是摸不出来的，但是当有反射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包括这些亚克力板上面也是有凹凸的，你看这个反射的灯光它都糊了，它是个弧线，看见吗大家看这边这边反射也是有带弧线吗？这有点点扭曲了，这个反射就那么一丁点的细微的细节，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见到，像这里有点点这个弧度。所以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有时候不是几乎吧，我觉得绝对不存在完全平的东西，表面上总会有凹凸，只是这个凹凸有些看上去平，只是它凹凸接近于无穷小，所以它很平。但是大部分情况呢，我觉得它的凹凸都会有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但是我通过这个项目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这些现象每天我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好像完全没有看到的一样，就是你能看到，但是你又没有看到，因为你做东西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把它做到里面去。因为比如说你做地面，你不是建一个板子行了吗？然后上个反射材质就完了，为什么还加个这种凹凸呢？特别是这种这种肯定就是要做的话，就是加个板子，为什么加个凹凸呢？是吧？所以这就是观察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不是凭空自己想出来的，我之前也是看了一个 Blender 教学，就是Blender 的大神，他出来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在这个反射的好像是反射的那个自动测绘机表面那个塑料，它加了一些凹凸，使这个塑料的光反射上面的时候，这个光会产生一些扭曲。
我当时觉得这个点实在太好了。但是我后来经过自己的观察呀，不仅是在塑料上有，就是凡是这个反射的东西上面它都有，像这个地面像这种板子是吧，还有这个海报都有这个凹凸。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能大大增加咱们这个写实性，因为注意的话是根本不会加的。不仅是地铁呢，像这个大楼的玻璃也是有扭曲的，看见吗？很明显的扭曲，因为这个玻璃它不可能每一片都是完美的同样的角度，对吧？这第一点。第二，不可能每一片玻璃都是完美的，全部都是直的，这样的话不同的玻璃在一起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扭曲。那这里给大家开一些视频就能理解了。Hello， 这是小云在友，我现在在马桶旁边。这个只是演示一下咱们这个反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马桶它是一个很平的东西，看上去，但是呢，可以看到它反射上它会存在这个，看见没？把上面这个直的东西它下面就反射出扭曲的效果了。我会觉得其实很多这种东西它都存在于简单的这个扭曲，所以我们在做这种表面上的时候，你可以在它的 bump 上面增加一点点凹凸就会让人产生比较细腻的效果。既然在厕所里面谈论这个上材质，真是绝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学。然后到最终产出图呢，我几乎有反射东西我都加这个凹凸这样的话使你的画面就自然而然就变得很真实。第一，你看这个它有扭曲对吧？看见没？再看其他的，像这个店面这边面也是扭曲的，有一点点，就是我的扭曲程度不会搞太夸张。看这个地面也是有扭曲的，看见吗？一点点。像这里也是有点扭曲的，使你的这个光照到你这个表面上产生一种扭曲的效果。就所有的我反射我都不会是直的，像这里有点扭曲，而且扭曲程度根据这个表面我想象的表面的扭曲程度而定。比如说你的这个海报，在海报上的话，可能贴上去的时候，你这个手拿的次数比较多，它产生扭曲就有多一点。像这个地面就扭曲少一点，因为地面它是有那种瓷砖铺的。是吧？瓷砖的话，它可能拉的稍微直一点，特别是这个玻璃一般是拉的比较直的，所以玻璃的话扭曲是最少的，但是也要有一点点微妙的。再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特别是这个地铁，我们看一下这个地铁内部。地铁的话，我们看到，咱们的有扭曲对吧？其实就是复刻那个参考一模一样的有扭曲。还有上面的这一个也有扭曲。这些小细节就大大增加这个真实性。还有这里有扭曲，看见吗？只是扭曲程度不太一样。地面就不用说了看上去是直的，但是我加了稍微细的一点扭曲，使得它看上去是有点凹凸不平的，像这个光线还有特别是这个版面是扭曲的，看到它光到这里，它已经完全的扭曲，不知道到哪去了，像这里。那么至于这个怎么做的呢？很简单，我们来演示一下。现在有个反射的物体，我有一个简单 HDR， 然后我在前面加一个反光板加个打光板打到前面这个设定就太简单了。然后我想要这个部分呢，先反射咱们的光这个光反射上面了，看见吗？因为是条直的，对吧？那现在怎么把这个光反射成扭曲的呢？很简单，我们把这个直接打开。我把这个光隐藏下去。那么这个光我们直接在这个表面右击新建一个复印噪波就可以了Octa Noise 直接连过来，连到它的 bump 上。但是呢，它这个复印噪波太大了，我们直接把复印噪波的这个 UV Transform 展开，把这个放大，把它放大一点。比如说你放大成50，因为你放的太大了，导致它没什么效果。30。10是吧？慢慢就变扭曲了，但是你不要扭曲的这个太猛，比如说你改成15，有一点扭曲，是吧？有点扭曲所以我每次就用复印噪波的方式来增加这上面扭曲，你可以把这个数值稍微减弱一点。这个越弱的话，你扭曲的幅度就不会那么细腻，就稍微小一点。所以你根据你的表面的不同情况而进行设置，比如说有些可能扭曲的它比较猛的，就设置多一点；有些可能只加一点，像这种我只加了一点点。看不太出来一点点，它不是个完全直的，看见吗？有增加一点点这个细节。所以很简单，就用复印噪波就可以了。当然，它这个扭曲其实有个专门的噪波形式的，在 Blender 里面，不过在 CD 里面好像是没有，我就用
Octane 的这个 noise 来简单复刻一下，有一点点扭曲就行了，给点这个质感。好，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基础点，加一个这样的小效果而已。如果你 bump 已经加了其他材质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混合一下就行了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基础点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不仔细想好像也不会加到上面。那么这个是地铁的部分，主要还是这个反射。其实我在城市的部分那个窗户上也有加反射，其他的部分其实都加了，只是这个提前讲一下。那么关于地铁大家想了解的具体的一些点，可以在后面提问的时候然后再提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哪里你觉得想了解我这里先继续。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一个场景，也是是这个场景，就是咱们的这个交通灯。交通灯有什么好讲的呢？不就是个灯吗？是吧？但是这里呢，其实给大家要提个醒，就是可以看到交通灯它其实是有双层的交通灯的话，里面有一些这种点点，对吧？外面还有一层玻璃。那么正常的做法呢，你可能是直接把2层都做出来，我先做一个内部的点点的，外面再套层玻璃，是吧？用玻璃用建模的方式做出来。那这里呢，我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你直接用层材质就好了。层材质就是你的内部是一个这个点点的，再套一个层材质，层材质直接改为 specular， 就是玻璃的质感，就形成这个效果了，就变成这种双层的质感了。所以大家如果上过 CD 高级影像课，同学就不要把层材质的这种反射的只限制于在车漆上面，但是这种也能是用层材质一样的内部是有咱们点点，但是外表呢也是反光的，你就可以用层材质加一个反射玻璃，就成这种双层的感觉了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谈的一点就是，也是大家用 Octane 遇到多的，就是崩溃。像我这个项目的话，特别是在前面这些场景这么多东西的情况下，几乎总是在崩溃。我重开 CD 不知道无数次了可能有人觉得我自虐，的确是有这个情况，我也不想自虐，因为我没有很多精力在做一个新项目同时的时候，又同时在学一个新软件，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本身在 CD Octane 的情况下，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如果又去再用一个新软件的话，就难上加难，所以我还是用的这个老办法来做的。那么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稍微缓解崩溃的一些思路，这里给大家谈一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个场景吧，就大家看那个交通灯的那个场景，刚才给大家看的，看在哪个？给大家看这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如果要做的话，首先我这些东西都要建模，是吧？把它弄出来，这模型点弄出来，然后背景呢就放些这些模型在动。那这呢我用了 Octane 的 ORBX 代理。ORBX 代理呢有个就是类似 ABC 文件一样的，它就是把文件放到你的 CD 外面去了，通过 CD 去调用它。但是 Octane 这个代理有意思，就是说它导出去的这个代理文件，它包括材质，所以就是直接一条龙给你直接导入到 CD 外面去就大大减少了咱们这个 CD 和 Octane 的负担。给大家看这个场景的原文件。那么现在这是个交通灯的这个场景那自然有点卡。这个场景其实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已经算一个比较小的场景了，但是还是东西特别多，特别卡。哎呀，等会儿，好，开了。它就是一个交通灯，对吧？可能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发现这个交通灯是有水往下滴的。其实这个水往下滴，我是手 K 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技术可言，就是手 K 这个位移，你看，然后这个用一个路径绑定，把这个球绑定在路径上 ，K 这个路径让它从这里往下滚到这里的时候，然后把它给隐藏掉，然后再 K 一个新的球往下落，这是一个笨办法。因为我这个不是想做成程序化的，我这个镜头也就几秒钟，没必要去做程序化，还是 K 最快，然后再套一个那个 BDB， 就是咱们这个体积生成器，让它像水一点，就是让它像水一点，往下流可以吗？让它像水一点。这个部分。那么这里重点呢是我们背后的东西，我背后我就用了这个代理，但是代理有问题，就是说你导出去以后它代理是静止的，但是我背后不是有咱们的霓虹灯在动吗？所以我就单独把动的东西拿了出来，这些所有有动画的我就没有生成代理，看到这些有动画的我就直接还是放到里面了。有代理的呢，就这个蓝色的部分现在它没有再入出来，有点问题，就是咱们的背后的这些程式，
就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是用的这个 ORBX 代理导入出去的，所以这样渲染出来，就大大减少了咱们奥克坦的压力，就很少出现崩溃了。当然也是有崩的，然后你代理太夸张了也是有崩的啊，所以是用一个这样的办法。因为咱们很多城市这些建筑它都不会是动的，最多就是彩质霓虹灯在动，所以我就每次把单独的彩质霓虹灯把它拿出来了，其他没有动的全部把它变成代理导出去。有的朋友问这个代理怎么导出，很简单，你就直接点 Octane， 然后点 Export 输出成代理就好了。它也可以输出成动态的代理，那文件就很大，所以我就输出了单独静止的代理直接导出就行了。你不用管它的这个天光啊、摄像机什么的，在代理里面这些都不会被保存，它保存的它都是模型和贴图文件这些天空和摄像机它不会有的，大家要放心所以你直接输出就行了这就是这个代理所以我在治崩溃的道路上就大大用了这些代理，特别是一些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个吧，像地铁里的，比如说这个人物在往前走的这个镜头，好吧，因为人物在往前走的话，城市的这些楼房是不会动的就只有就人和一些就人可能会动，所以单独人拿出来和背后霓虹灯拿出来，其他的地方都是代理。这个项目真的是比较的作死它每一个场景都特别大，就这个场景就是能搞好久，就特别大这里要慢一点，好，再回进来了，可以看到这个的话，这些蓝色地方也就是代理，是咱们背后的这些楼房。其实我会把这些关掉，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理就大一点，你看它有好大一部分，对吧？本质上这个里面的模型只有这么一点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就这样。楼房都是没有的，然后把单独有动画的霓虹灯把它拿出来，看见吗？这些都是有动画的霓虹灯，然后通过代理的方式节约这些其他的楼在后面。然后我还发现这个 RTX 模式容易崩溃，所以我把 RTX 模式把它关了，就在这个设置里面，这里把这个 RTX 把它这里把它关掉了，我发现它很容易崩溃。然后我还把咱们的这个 out of core 这个材质也设置多一点，这个你可以设置高一点，比如说这个稍微来个8GB 之类的，它就会利用你的内存去占用一些显存，来帮你的显存那个分配点压力在上面一些这样的办法。但是东西多不可避免它会崩溃。还有在这个项目里面，大部分的场景可以看到有天空有背景，我都没有用合成的办法来做的，就是A1 里面全部都是调色，几乎没有任何合成。所有的这些看上去有背景的图给大家看一下，看这背景还有这楼全是在 Octane 里面合进去的，就我在三维里面就用合成的办法把这些东西合进去了他有同学可能觉得奇怪，怎么去在三维里合的？就其实就是做一个片，像这个楼还有这个天空的话就不用说，它就是一个 HDR 对吧？但是我这里不是用的 HDR， 因为 HDR 它不会有这么细致的 HDR因为 HDR 是个环形对吧？它的分辨率没有那么细，它云不会这么细的，所以我是建了2个弧度的这个圆形，在这个弧度的圆形上了2个不同的贴图，一个是这个天空，一个是这个楼房，给大家看这个工程文件。其实我这个工程文件呢，看上去比较轻量级这波还是能播的，是吧？波还是能播的，它没有那么卡，因为我很多用的是那个代理，刚才说的。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天空非常有意思，看到天空没？其实这就是咱们那个云的材质，我把它贴到一个这个弧形上面了。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楼房云，大家可能又会有个疑问，就是你这个楼房和云是怎么形成过渡的？因为你这里不是有个接缝吗？对吧？云的话我就不做处理了，因为接缝不在云上，接缝是在这一个楼房的这个贴图上。那么我楼房这个贴图呢，是这个，看到我用一个渐变贴到咱们透明度上那就会形成上面这一部分它会是透明的，就会一个像羽化一样的过渡到上面去，中间就不会形成接缝了。所以我中间贴了一个透明度，其实就是一点合成的那个原理。实际上在 A 里面你可能也需要这样操作，所以我就是在 CD 里就进行了合成当然这个办法比较适合
就是个人或就几个人的一个流程。如果你团队合作的话，还是得分层渲染出来，不然的话，你这个要改背景，你这个得重新渲，那不得麻烦的要死，对不对？只是这个办法能快速的能让你直接在画面里预览这个合成的效果，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因为这3D 渲染出来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合成的错误，是吧？啊，那是一个这样的小技巧，我是就没在 A 里合成的，原理是这样的啊。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这个镜头，大家看一下背后这个云啊，云在动对吧？那么我这个云呢，我不是直接 K 的咱们的位移哦，它这个动是有三维关系的，也就是说前景的云它动得快一点，远景的云它动得稍微慢一点。当然你可以用合成的办法来做，之前吴常老师他在某某头直播也分享用 AE 的那一个置换，然后加一个那个黑白界面来达成这个效果。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在 CD 里的一个比较硬核的办法来做这个效果，让这个近处的稍微的运动快一点，让远处的运动的慢一点。那这个办法怎么做的呢？我这个工程打开了，也有点卡，这个工程东西也特别多。其实我就是背景有个板子啊，大家可能猜得到。我背景不是直接 K 的这个咱们的位移，是 K 的上面的点，让它形成一个看见没斜方向的运动。那么斜方运动就会形成一个奇怪的视觉效果，那视觉效果就会这一块的图像运动就会快一点，远处的这一块的图像呢运动就会慢一点。你自己品一下，是不是？是这一端的就运动的快，这一端运动的慢，就形成了一张图，我能让它产生类似三维的效果。就一个这样的 K 的它点的动画啊，就形成了近快远慢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小技巧呢，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当时我准备在 A1 里面这么操作，发现我干脆在 CD 里面做不就完了吗？直接 CD 里去 K 就行了啊，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啊，产生一个这个视差，就形成了这个效果了。所以近处的这个云就是咱们这个平行四边形上边的，所以它运动的会快一点，而远处这个云呢，就是平行四边形下方的，所以运动就慢一点。所以上方的云呢，就会运动的比下方的，就是远处的，就是这个图远处的云要快一点。你看这下面就慢一点，你看这里很慢，这个云运动很慢，上面的运动的快一点啊，形成这种像三维的感觉啊，这是一个技巧，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好，那接下来谈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咱们的调色，给大家开一下 A1 文件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渲染出来的结果和最后调色的结果差别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我这里有部分的图用的是 ACES 调色，有部分用的是传统的线性流程。因为我发现那个 ACES 它出的图啊，它默认起来会把那个暗部压的就它特别黑整体对比度很高传统的线性流程的话，它整体就比较灰所以我是根据不同的美术情况而进行选择的，不是说这个 ACES 调色流程它很先进，然后我全部都要用。对于我而言，我就是因画面而定。有些画面它可能想快速出那种比较灰的效果，我就直接用那个线性来做了。有些画面可能我想后期再多调一调，我就可能就用 ACES 来出。那么我是怎么在这个项目里进行操作的呢？比如说像这些灯啊，我其实用的就是原来传统的这个线性来调色的。其实如果你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调色师，或者需要在达芬奇之类的进行很细微的调色，对于普通的项目而言现阶段我觉得还是就是你传统的线性流程就好了。因为在 A1 里面用那个 ACES 流程它很麻烦它要加什么插件啊，还要这个互导啊，就很麻烦。所以不是说你不会用 ACES 好像被时代淘汰了一样的，也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而言，对于我而言，我还是个别情况下它需要用的时候就用。好，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后期，看看这个吧。我用的就是传统的咱们的后期流程，先是直出是吧？直出就是一个比较灰一点的那个图，因为用的是线性流程是吧？它图比较灰。好，然后呢给它一个把这边稍微提亮一点因为这太暗了，我觉得不太对，是提亮点。就整体这个它的亮度层次比较的统一，看到吗？然后呢，给它一个稍微大点的调色，用了一个红巨星的预设是吧？然后呢，再压了一些颜色。其实这个调色我在这个高级影像班的每次改作业都给同学用同样的流程改了，都是这个套路然后动画蒙版呀，
改一下颜色是吧？我一个个看好吧。这个其实还不是最狠的。首先 looks 给它一层，给它一点对比度压一下，然后呢把这个电影的色调压进去啊，然后动画蒙版一下，然后给它一些颜色啊，把其他颜色补回来，然后再加个饱和度，自然饱和度。自然饱和度有个好处就是说它能非常柔和的增加你的这个饱和度，把一些高饱和的地方增强，低饱和的地方它不会动你。所以我觉得比起传统的直接调饱和度的话，自然饱和度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最后给这个一个简单的色差，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镜头，所以比较容易有色差。是这个镜头啊，是比较简单，对于这个后期而言。再给大家看一下用那个 ASIS 调色的那个镜头，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灯啊是很亮的，但是它没有过曝，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是有细节，看吗？因为我这个灯用的是一个渐变的灯，导致产生这种黄色细节在边缘，因为建筑霓虹灯也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它没有过曝的情况下，你看这里有细节，而且还照亮了周围这么多物体，所以它的亮度层次特别好。用 ASIS 给大家看一下用线性出来的结果，这边是线性出来的，就很灰黑嘛。我必须要把这里压暗，可以看到它这里细节就没有了。虽然它有黄色细节，但是它没有那个自然的过渡。大家再看对比一下，这里有点过渡过来。但是如果你不是很追求那么细的调色的话，其实那个线性可以调成类似 ASIS 效果，其实差别也没有那么夸张嘛，我感觉。像它这张我用的是ASIS， 也是有灯的情况下嘛，因为你不用 ASIS 的话，这个灯就太过曝了，就看不见效果了。所以我有灯有这个渐变效果的时候，我就用了 ASIS 调色。还有咱们的这里我也是用的 ASIS， 看到它灯也是很亮的所以它亮度细节都特别的自然ASIS 特别就像那个胶片拍的一样的。这张我也用了我这张也用了线性，给大家对比看一下。线性我就必须要压暗一点，压灰一点它不会出那么高亮的感觉，我就后期把它压灰了一点。那是这个镜头，还有一个镜头也用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开场是没有 ASIS 的，因为开场它是比较灰、比较均衡的颜色，没有用 ASIS。而且开场我已经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动了。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再换任何的 ASIS 什么的再去调了，我怕又把它调坏了所以基本上地铁这些都用的 ASIS， 因为它有这种灯像这张我用的是 ASIS， 这一个，因为我想让它有非常因为这高亮特别多，就在打这个虚焦的时候，它虚焦细节特别好，它不会产生过曝的效果，看见吗？看到这光圈，是吧？这张用的是 ASIS， 所以大家可能会总结出我用 ASIS 的一个规律就是凡是有这个高光的情况下，需要打很亮的东西的情况下，我就会用 ASIS。这里就是普通直出的，就用的是线性，因为它没有特别高亮的东西。唯一高亮可能就是3000里药品这几个字，我觉得还好。这个用的是 ASIS 好像，因为它有这些高亮在这里，有点不太记得了。好，大概是一个这个 ASIS 的一个部分，大家看那个 ASIS A 怎么操作的吧，其实也很简单。镜头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这镜头太多了，好难搞啊！找到就这个镜头。它直出呢，其实是一个它直出是一个这样的，一般导入到 A 里面，你需要把它这个设置一下，就是保留 RGB， 就是禁用 A 里面的这个颜色管理，而是要用 ASIS，A 里没有 ASIS， 所以你需要的外来加在一个插件用 ASIS 来管理，所以就很麻烦，是吧？首先要把这个它原本 A1 的这个颜色管理给去掉，要保留它原来的，就是禁用此项的 A 里的颜色管理，就出现这样的效果。然后你再用一个插件，就是这个 Open Color IO， 就是 ASIS 一个插件，去把它转化成 ASIS。它会问你，输入是咱们 ASIS 转换成sRGB 出来，我就把它转换成 ASIS。那么这个效果其实就是在 Octane ASIS 直出的效果。看渲染的它的高亮处还是特别好的，很好的这样的细节。然后再进行一个调色就好了。ASIS 调色这个好处说你怎么拉它都很难去过曝，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新建一个
就是曲线把它拉很亮。你看它就很自然它不会过曝，它这个拉曝光就跟在 Octane 用拉曝光是一样的你只当你拉的特别亮才会爆所以 S 它的颜色的空间特别大这是 S 的一个好处你拉这么亮了，同学们，我拉很亮，你看我之前这个暗部的细节全部有了，原来的暗部是黑的。当你这么黑的情况下，你拉亮基本上在线性流程上是根本就拉不出细节的，但是在 ASIS 里面还是可以拉出细节出来，同学们。所以它颜色的这个范围特别广这是 ASIS 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给你后期特别大的余力给你调好，我还是看一下原本的那个调色的一个流程，就是直出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把下面拉亮了一点，把这背部也拉亮了一点，好像背部太黑了，整体稍微压暗一点点，然后呢，给它一个颜色我这个颜色其实就是把橙色的部分和红色部分把它加强了用这个 Colorista 这个对一样的流程，用这个 Lux 稍微叠一点这个电影的这个对比，然后给它不同颜色的加强，然后把蓝色、绿色和红色、橙色全部加强了然后一个自然饱和度给了一点点，然后把这里好像也改了一下颜色最后来一个辉光，加点辉光。当你用 ASIS 的情况下，辉光都变得非常的自然了它辉光的颜色过渡都特别的好。然后再来一个调色，把上面的颜色调蓝一点，因为上面太绿了，我觉得有点不好看。把上面你看圈出来了，变蓝了一点。然后再给一个整体的这个电影的一个质感大概就一个这样的流程。然后可能加一点这种胶片的纹理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加一点这种胶片的纹理，一点点，都可以加。然后加一点这样子的边框，就像4:3的这个电影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后期流程好，那这个项目的一个调色的部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人物角色。那么人物角色是用 DAZ 直接到 CD 的，中间没有经过其他的三维软件。所以我就想以最快的流程来达到一个看上去比较写实的一个质感，但是大家知道 DAZ 导到 CD 里面它会存在不那么写实的效果，所以呢，我也在 Octane 里面把这个材质进行了一个增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谈一谈这里面的一些基础点，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那么这个人物呢是直接 DAZ 导入进来的，可以看到它有包含了 DAZ 这些绑定什么的，你就可以方便的让你调整这些人物的一些动作什么的，还蛮方便的其实 DAZ 对于想做动画的情况下。那这主要的问题是咱们的这个质感，给大家看一下。皮肤质感是非常的细腻袋子主要一个大问题不是它皮肤质感，主要它问题是眼睛，我眼睛进行了一个加强，看到它的细节特别多。那么这个眼睛的加强呢，我其实是用了咱们的那个 Texture XYZ 那个网站的资源。那么这个网站是专门做人物的这个质感的它的质感应该是全球最厉害我就下载了它这个眼睛部分的这个质感，大家看它每个地方都给大家进行区分的。像我眼睛的部分multi-channel areas 就是眼睛的这些瞳孔什么的然后我其实就是把这些眼睛的这个材质下载下来，然后购买下载下来，然后用 PS 把原来 DAZ 那个眼睛的材质替换了一下然后就细节就变得更多了主要是这个部分进行了一个修复。然后DAZ它本身的模型，它眼睛的这一个结构不是特别的好跟它眼睛特别的平，所以这个就导致它那个真实性无法进一步的再提高这部分如果你还想再增加真实性的话，就可能需要去雕刻了。不过这个眼球材质通过这些 PS 添加效果变得特别好了，看到特别是里面这个瞳孔这里面这些细节直接在这个看直接添加了它的细节特别好。然后皮肤上呢，我也叠加了他们这边的这个材质，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一个叫micro displacement，
就是那些细微的这些小细节呀。大家知道人脸上它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皮肤的纹理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分别下载了不同的这些纹理有这些痘痘的，有这些划痕的，是吧？然后我也想办法想贴到咱们这个脸上面，但是因为我不想去分这个 UV， 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用这个3平面投射的办法左边投一个，右边投一个，前面投一个，上面投一个不同地方投对应的这个凹凸，使它的表面的那个凹凸纹理不太一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材质。有点复杂，不用关心啊。主要的其实大头还是在就这块，可以用3平面投射不同的这个凹凸纹理这一块还有一个这样子3平面投射好多不同3平面投射，一个吧，2个，把它然后用 mix 材质，然后用 dirt 来区分。所以我不仅是这个面上整体是有一种3平面投射，而且它的边缘上又是一种不同的3平面投射所以导致它每个区域的这个材质有点不一样。然后同时我还用它本身自带的这一个高光区域来进行一个区分。所以这3个东西加在一起呢，我就可以智能的像程序化的把我们表面的不同区域的这些纹理进行一个区分打破导致它每个地方的纹理都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这个面部的这个脸颊这里，它的纹理呢就是那种点点，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是蛮标志的，就是这种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它眼睛这里呢，然后它又是一种所以用这个投射方式进行一个区分，比起用就是在 UV 里进行直接绘制要稍微方便一点。就比如说我袋子我换一个人脸，我同样用这个结构，直接把这些贴图换下就好了，把这些颜色贴图什么换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用这个智能的方式来把这一个部分给做出来了细节还是非常好。我感觉袋子就是直出，然后进行一些材质增强，对于做这些动画什么的已经感觉比较够了。比如说我可以再旋转一下灯光袋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做的袋子人脸很容易就出现比较像预设，就不像真人。所以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怎么让这个袋子人脸看上去更像真人的人脸，不太像这个捏出来的这个预设脸这个大家进入一下袋子看一下。那么这就是袋子这款软件。那么袋子软件其实用法跟玩 RPG 游戏换装捏脸是一样的，把脸捏好了，它有很多预设，对吧？然后呢，还可以捏一些脸的细节，像嘴巴、眼睛。然后还有服装直接穿搭，所以它用法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大家对这个软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 B 站上搜袋子相关教学就行了看1-2小时教学，基本上知道怎么用了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演示一下如何把这个脸做的不像预设因为很多这个看之前有上高级影像班的同学用袋子，然后做这个脸就特别像预设脸，就不那么真实。那么我们这个做脸的思路可以学习一下这个 MetaHuman。就是那个 UE4 的 UE4 它不是丢3个人脸然后进行互相融合吗？我们这里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先丢一个这个人脸，好吧，把他头加进来，变得很奇怪，没关系不用管。然后你再去丢另外一个人脸，比如说这个人脸你觉得看上去不错，就你把你喜欢的都往里面丢就行了，丢进来又变得很奇怪了，不用担心我就丢3个吧，然后我再丢一个，比这个一个欧美脸，好吧，看有没有欧美脸这个比较欧美的。好，我现在把3个人脸全加进来了，然后我在这里点这个 current use， 就是现在正在使用的预设，发现有3个都有100%的这个幅度。你加3个人脸，它就变得很奇怪。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拉条往回拉，我们只拉出一点点，就类似那个 MetaHuman 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每一个预设都融合一点点，先融合一点这个亚洲人脸，把它这个脸型搞长一点，是吧？这里，把它这一个脸搞尖一点，就拉一点点。然后这个欧美脸可以把这个嘴巴稍微圆润点。你这样一拉的话，就会是3个预设的融合，就不会像你任何市面上的一个预设，是吧？你还可以加预设，你觉得哪里不好，或者哪些预设你觉得不错，
比如说这个脸你觉得还可以，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脸也加进来，我加进来就变外星人了，是吧？所以你还是可以拉这个滑条，给它加一点点，然后最后呢，你可以给它一个皮肤，比如说我找一个人的皮肤，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猎人的时候就互相混搭就行了，千万不要只拿一个预设或2个预设。比如这个人脸你觉得不错，你也可以把头加进来，然后再简单拉一下这个滑条，这个人脸它就是脸比较锥，是吧？所以每个人脸有不同的特性，你就可以互相把它融合起来。稍微拉回来一点，看到我有5个脸融合在一起了，就你这个脸就完全不像任何一个预设。最后我们可以加一个皮肤的质感，比如说这个爱丽丝流的皮肤质感一加，它就变成亚洲人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头发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穿搭就行了。比如说头发，这个发型直接双击上去，所以它的就是运作起来就特别简单啊。这个袋子你不喜欢这个发型，你换一个就行了。就你换一个这样的，所以然后你可以渲染一下，那你这个脸呢就不会像任何一个预设。当然，我是简单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所以它这个脸还是有点点紧绷。所以大家如果要捏脸啊，还要去捏它的表情，就要使它的表情不是那么对称，然后眼睛别这么张的这么狠啊，基本上做出来的话就不会那么像这个袋子出来的这个假人啊。那么是袋子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吧。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捏人脸的话，可以去找一些参考，看他人脸是怎么表情怎么动的，特别是他这个眼睛这样瞪着就特别假，你可以找到他的眼睛的部分 posing 眼睛，找到所有里面的 pose control 里面的头部里面的眼睛它有个叫 eye squint， 你把它稍微的眯一点，把眼睛稍微眯一点，然后我建议两边眼睛眯的不一样，它有左边眯的右边眯的，因为人眼它总会有点不对称，人脸是吧？不会是一个对称的脸你能做出不对称就尽量做出不对称，所以这脸看上去才比较自然。可以看到它这个袋子模型呢都是它不是很细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到 CD 里面把这些质感增强。所以说当我在捏人的时候，我练了特别多版，可以看到我这版有12版人物，所以捏了很多次才捏出比较自然的。因为我不会 ZBrush， 只能这个手动调整那些参数所以很麻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捏人的这些进度，前面还挺恐怖的。这是人物的一些进化，是照这个周慧敏的样子。一开始捏成这样，发现有点恐怖，然后这里还是有点恐怖，眼睛就特别瞪，眼特别瞪，然后这个眼睛太开了，要找其他的这些用 ZBrush 的这些参考。这样子还比较自然这样自然，然后再进行改进到这样，子最后才改进到这样子。所以这一步步的捏就比较费劲用袋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些头发这个动力学是怎么弄出来的。当时我不会做这个，然后我就问了咱们 Mo Group 的 Zelda， 那 Zelda 是在这个方面特别厉害，然后他就研发了一些关于毛发的一些技巧，研发了好像3种不同的这个方案，我大家看一下他研发了第一个办法就是用 Jiggle 效果器的话，把它当做布料来用对于这种我觉得对于这种低幅度的这种风飘用 Jiggle 效果器还是蛮快的挺好用的。不过你这个大幅度动起来可能还是得用布料，然后它这里有布料的参考，就把头发变成布料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然后我就用了它这个办法来去做模拟。它这个办法的思路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袋子导出的头发大部分是个面片，就是咱们的这一个模型是一个片，它不是毛发。然后其实我们把这个片当做这个布料，然后把它绑在咱们的头顶上绑到咱们头顶上，用那个 belt 就是咱们这个布料的
布料这个功能 belt， 把它完全绑在咱们的头顶上。那可能有同学问，哎，假如我把头发完全绑定在咱们的头顶上，那它怎么飘起来呢？那它怎么知道是这里飘起来，头顶它不怎么飘起来呢？所以这里就需要用到那个顶点贴图啊，用顶点贴图来控制哪些地方受这个绑的影响，哪些地方不受。那么颜色越深的，像这越深，它就越不怎么受影响，所以它就会飘起来啊，所以它就会飘起来。而越黄的就会越受咱们绑的影响，就会与头部绑得越紧，所以它就不会飘起来。这样的话就做出了咱们头发的这种绑在头上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用那个风力驱动它就好了啊。所以它用这个思路来做的话，就非常的快啊。我们看到它这个毛发渲染出来效果还是特别棒的，是当时第一版的这个测试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比较快，也比较适合像带子这样的情况，因为带子它本身导出来就是个面片。当然 CD 也有插件叫那个 Ornatrix， 好像是它可以把面片转变成毛发。我试了一下，的确好像还可以，但是动画就没办法了，太卡了啊！所以这个办法我发现是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能执行下去的。当然，带子当你的头发数量越多的时候，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像我这个的话，头发的数量就稍微多点，你看它就面片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还是根据你这个头发的情况而定，有时候。那么是这个头发的一个部分。当时我还特别的想把这个人物做成动画，用面部捕捉的方式，直接用那个 iPhone 它能识别这个画面的深度来捕捉这个面部，来可以直接导到3维软件里面进行这个面部捕捉。当时有一款面部捕捉的这个插件测试版可以购买，我当时就购买了。这个插件呢非常冷门，它不在带子的商店里面，你需要去私聊那一个开发者，然后把钱打给他，他再把插件发给你，要这种方式才能获取。然后我就买了，效果的确是挺好的。它那个插件它能使你的面部捕捉的数据进行缓和化，就不会动得那么的假，那么的卡，它就比较像动画的感觉。我们看一下那个捕捉的效果。mocap 这都是一些捕捉的一些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测试。当时这个脸呢捏的有点问题，大家不用看这个脸真假问题，看这个捕捉的感觉就行。它捕捉的效果还行吧基本上也能用还有一些其他捕捉的一些测试。这个是光头，就直接带子面部捕捉导到 CD 里面就可以了，还是特别快。这个就是带子直出的，这个是带子直接渲染出来的，刚才那几个是 CD 的。不过因为流程过于复杂我就后来没做了，然后太复杂了，而且就是我发现这个流程是可行的你用带子直接用带子那个插件，然后面部捕捉到咱们的 CD 里面，然后去做动画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流程。当然这个流程存在的问题就在于环节有点多，你需要在带子里面捕捉，再导到 CD 里面再复原，是吧？如果你发现你复原的效果不好的话，你又得回到带子里去捕捉，所以跳的这个流程就有点多这个还是有点不太方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路上的行人是怎么制作的，给大家介绍一款新软件。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人，你看这里有很多行人，对吧？都在走，都在动，特别是这些行人就是路人吧因为这个片子在城市里，这个路人特别多好，那么路人用了一款软件叫Anima AXYZ，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软件就专门做行人的，它有非常庞大这个行人库特别的它这个行人库特别的真实，主要是来看这个宣传片。这啥宣传片？它告诉你怎么做的。看，街景那些东西用的蛮多的，像这种街景，因为有很多行人嘛，还有那个房地产商
需要很多人这个用的蛮多。不过它也用到这个电影特效里面嘛，而且它特别好，它有很多个不同软件的桥接插件，像玛雅、3D Max、CD 也有，CD 的插件也特别好，用法极其简单。这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软件打开了，这个软件有个好处地方是说，你可以免费使用它，它有一些免费的模型供你使用，大概10多个吧。这10多个的话，基本上做普通的项目都够了。因为我的人数过多，所以你得升级到正版，就是升级到它的 Pro 的版本才能容量那么多人。对于少量的人数的话，你用它免费版就好了。比如说我这里有我的工程文件给大家看一下，就很简单，它可以动开嘛，它就在里面自动的生成，自己在动它的操作也很简单按住 Alt 键，然后按鼠标左键就这样子旋转了，然后按鼠标右键这样子就能挪动那么它的用法是，首先你得确定你的背景，我的背景现在就是一个长条的这个道路，对吧？需要根据你的这个场景来确定你的背景。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常见的工程文件。好，打开这个商店的工程文件，看到这些人物都是由这个插件导入进来的它这是个插件的这个桥接器，直接把人物这样子导进来了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它就是带材质在里面，你不能进行材质上的更改吧？这材质如果你直接替换它是无法识别的，所以这个材质现在我发现它只能是用默认材质来做，所以这个有点麻烦。唯一发现的办法就是说把它转变成 ABC 文件，然后就可以改这个材质了。但是转变成 ABC 文件的话，它有时候会闪所以对于你用其他渲染器，比如说你用 Octane 或 RS它这个材质暂时只能用默认的那么导进来的话，它就是跟你在那个软件里是一样的，它就直接走可以吗？它全部都是封装好的，动画你都看不见，它都在这个文件里面看不见它，导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让它进行移动，是吧？可以放大缩小。如果你要进行放大缩小移动的话，你需要把这个 Unlock Child 把它给勾上这样它就能移动和放大缩小。不然的话，你无论怎么放大缩小，它都会还原。那么这个该怎么个流程来进行运作呢？首先呢，我是没有这些人的，对吧？没有这些人。首先你得画出你想要人所占的区域。首先我想要人在这个上面，还有人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就可以单独把这两个东西复制出来 ，Ctrl 加 C 新建咱们的 New Project Ctrl 加 V 粘贴到一个外来的工程文件里面。好，那把这个部分导进来了以后呢，这里就是咱们的这个人行道走人的，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商店内部那商店内部的人就不再走，可能在这里聊天什么的。首先呢，你新建复制进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比例 ，Ctrl 加 D， 看到比例尺是厘米。那么你在那个软件里面，你也得用厘米这个同样的比例尺。好，我们把这个直接输出成 FBX。比如说输出到这个里面来，把它叫人物地面。好，然后我们再进入咱们的这个 Anima， 我们新建一个工程你就新建就好了。然后新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比例尺改成同样的厘米。好，我们点打开，什么都没有，对吧？我们在这里右击加在我们的背景，找到我们刚才输出的 FBX 人物地面。导进来，然后都是对的，记住比例尺一定是对的，是厘米确定，你的人物的背景就进来了，一模一样是吧？然后可以直接在上面放人了。好，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人物这个在这里行走，这个怎么放呢？它这里有人物行走的这一个路径，这里 Walkway to 点一下，在这里你就在这里点一下，再到这里点一下，然后这个路径形成了，在 ESC 键确认就完事儿了，可以拖动它。人物行走范围，然后你就在里面放人就好了。你可以点下它，这里就可以放人。你看你要什么样的人物，比如说你想要他，然后按住 Shift 键选中是吧？都可以，或者按住 Ctrl 键单选你想放这些人，直接拖到这个里面来。它有人物的行走方式，有一排排走有这个对着走那我就用对着走点一下，它这数值就会跟着变这数值都可以微调，然后直接点生成。人就在上面走了，你可以按播放键就开始走喽，是吧？很简单就做出来了。但有些人走的就很慢，有些人走的就很快，你可以调这些数值，都可以调。比如说
这里可以调人物的行走的随机值，现在是100，就是随机数量最大，每个人走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是吧？还可以行走这个的空间大小，看他们是挨得近还是挨得远，可以这个行走的速度，现在是80到100的速度啊，都可以调。而且你觉得这个不好，你可以再点 generate， 它就会出现另外一对不一样的啊，又是一对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人物有意思，它碰在一起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会产生这种，你看，他人会停一下啊，人会这样子，人会这样躲下去吗？所以他人物走路不是单纯的就往前走，他是感觉真的是一群小的这样的人在那里比较智能的，会判断啊。这个人物数量觉得少了没关系，现在是5个人，你改20个人，然后再 generate， 哇，就人特别多是吧？就卡了，所以你根据实际情况来改，我就4个人啊。他这里还可以坐电梯什么的，我就没搞了，还可以坐椅子，没这么复杂的这个场景，因为人都是走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人是站在这里发呆，是吧？啊，站着发呆也很好弄，比如说有几个方法吧，它人物分大概4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这种已经绑定好的人，可以走路啊，可以发呆，还有一种就是 ready pose， 就是说它不是动画，它就是专门的一个姿势，它不能动。还有这种 ambition， 这种人就是不能走路，只是在那里发呆，但是他发呆是在动的。比如说我把这个照相机的人放这里，你拖过来，然后鼠标左键，他就把它固定住，特别的智能，你就不放下，那个人他就在这里发呆，但是他是有呼吸的在发呆，对吗？哦，这个人还在拍照，直接拖过来，还可以旋转，用法都很简单。他就自己在拍，这里就一直在走。还有他们新的这个4D 人就特别厉害了，他就是用扫描的方式做出来的，就一帧帧扫描，就4D 人是特别真的，是最真的。你可以看4D 人的细节跟这些普通的这些人的细节是不一样，4D 人就特别真，因为它是扫描出来的，对吗？它每一帧真的扫描，把人物动画，看扫描有扫描的一些抖动，看见吗？但是你不注意是注意不到的啊。比如说在一个中远景，是吧？特别真4D 人。但是他的4D 人是大部分是这种发呆的状态，他不能行走啊。那么如何把这个 rig 的人来做成发呆的状态呢？因为他 rig 的人是最多的。比如说我弄一个这个人放这里，你放到他不是这种行走的区域的时候，它会自动设置成他在发呆，所以太慢，你自动在发呆。你把这个人放这里，啊，它会自动随机一个发呆的状态，啊，特别的方便。比如说你要改他的发呆的状态也很简单，点上它这里有一个 idle clip， 就是说它发呆是属于什么状态，是属于哪一个动画？它现在是属于站着男性叉腰的一个姿势，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姿势，比如说改成女性叉腰的姿势，它要变女性叉腰了，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是吧？变这样子了，你还可以改，这姿势不好，再到 idle clip， 改成说话，然后它就是说话的姿势，这个女的啊，所以还蛮方便的。假设你觉得这样子好了，那么它导到 CD 里面，它就会是一个非常长的动画，是一个大概900帧的动画啊，是的，非常长，但它不怎么占资源。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好，直接按 Ctrl 加 S 保存啊，然后我们到 CD 刚才工程文件里面，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工程文件，这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其他工程文件里面也开了这个插件的话，它插件是不能导入的，它只能导入一次，就是你只能一个工程文件导入一个。不然你好几个工程文件同时存在好几个这样的插件，那么我们这里是没有这个插件的，对吧？是没有加载，然后我直接点 extension， 然后点导入，找到刚才你的这个工程文件夹，就是那个 My Project 3，对吧？刚才我新建的，好，导入进来的话，它就直接点 Open， 它可以选择这个贴图的质量，没关系啊，你就直接点 Open 就好了。等一下，他正在读取这些材质。他问你呢，你是用普通的材质还是用什么材质？我用普通就好了。确定。那你这个导入进来了，看到这个人呢，就直接对应的站到了你之前要他站的位置，是吧？所以通过这个流程呢，还是不错的啊，你人就可以有动画了，是吧？然后这个里面人也会站到这里，站到里面。但它这个材质球呢，还是之前说的，哎呀，它是 3D 默认材质球，
所以你用 Octane 替换的话，这个材质是不会识别的，所以这个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材质球把它改进一下，虽然它是默认的话，你可以把它材质球，比如说增加多点反射啊，它这个 Animal Reflection， 你把它反射的数值增加一点，不然的话人太干了是吧？还可以给人物增加点 4S 啊，怎么增加呢？给它这个发光的地方增加点发光就好了，把人物的这个贴图复制进来到发光这里，再把发光的数值稍微减弱点，就是把它做假一点 4S 效果，这样子，不然的话它皮肤可能太干燥是吧？好，可以稍微优化它的这个材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设计的初衷也不是让你去做什么特写，大部分是这个中远景的路人，看上去差不多就行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那如果大家想做路人的话，特别是想做大量路人的情况，这个软件是比较快的，就不要你自己去用 Mixer 去绑了这个就比较快。好，那么是这个软件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就先到这里，